首先要上场的这位，他是来自哈尼族的边疆少年。虽然是新人，但上一次也是为自己赢得了很多掌声。我们欢迎真勇。真勇是小众语言的单口演员，普通话不太好的哈尼族少年。骑笔员写的啥子有啊有，好像是了爱了，对面的写了我手起来呀，被骗过去了，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。他在我们这一组的口音都被他带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先说了，有戏说，我先说，厕所那批狗子啊，以前在线下的时候也有提过。神奇怪。真勇是晒黑了吗？真勇不是晒黑了，真勇是没有打粉底。今天是这样，我们在天台拍了一天外景，他的汗水把他的粉底全部都弄没了。然后他又喝嘛，他又吸光了。不要模仿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肯定对我的段子有信心，但是对面的选手也挺强的，我希望我全力以赴。我觉得真有这篇好189，不好就回大山里。找他的大锅底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真勇。我们从这个黑灯的说唱世界里面来到我口音的世界，好不好？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哈尼族，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，所以从小讲这个民族话，我的普通话很差。但是大家敢相信吗？就我这口音，我大一的时候居然敢去参加我们学校的演讲比赛。我当时去到后台，前面的演员讲的太好了，普通话太标准了。我当时在后台上想了呀，我今天唯一能赢的一种方式是，让评委把我认成外国留学生。所以我上台之后疯狂学那些留学生说话，我甚至为了拿高分，我学他们喊我爱中国。而且我这个哈尼族是生活在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山区，叫哀牢山区，大家刷到过吗？对，网上说哀牢山很神秘、很恐怖，之后火了，很多人就发消息来问我说：“真勇能不能带我进山？进山是不是不要钱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们那里进山是不要钱，但是救援要钱。我们那里的 GDP 现在就靠救援队拉动啊。”所以因为是山区，所以我这个普通话很差的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小时候老师的资源非常落后。我普通话那么好，要感谢我的小学语文老师。他身兼多职，他同时是我的数学老师，我的副校长，也是我的大姑爹。大姑爹就大姑父的意思。他没上过什么学，就来教我们了。就你们遇到过一种情况吗？就是老师跟同学一起解题，同时解不开。这道题被侯佩岑老师解开了。我都怀疑他不是来教书的呀，他是来跟我们一起复习啊，因为他也想考初中呀，我感觉。但是他比你们的小学语文老师伟大多了，因为他的确做到了，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们啊。哎，这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环境也非常差，我们学校就在那个村子里面，旁边是村民养的那些家禽家畜。小时候大家也做过那个鸡兔同笼的题。我们都不用算，我们直接出去数。但我数了很久，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答案：鸡和兔真的很难同笼啊！这动物根本关不住，它跑进了学校里面捣乱。有一次，老师在黑板上面解题，有2头牛就冲进来了。我们说：“老师牛啊牛啊！”老师说：“谢谢谢谢。”但是他转过来之后发现情况不对劲，他要立马紧急停课，想说赶我们走，让我们回家。但是我们一个学生也没走呀，我们想看呀。所以这么跟大家说吧，我小时候云南半步都没出过，但是我在现场观摩过西班牙斗牛。所以小时候一直感觉我一直跟动物生活，这给我留下了那深深的印象，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去酒吧，我那个逛山园的游戏都脱口而出。啊，记得有一次喝酒醉了，别人问我动物园里有什么
我说有教学楼。他说没有，我说有大姑爹吧啊。教材也非常落后，教材是一代代传下来的，他们会在上面乱涂乱画。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教材，课本上齐白石的虾，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在约压锅里了。他们还把课本上所有人物的这个眼睛涂掉，就抠掉，就是人家齐白石画虾，他们把齐白石画虾。后来终于情况好点了，终于有个师范生来教我们编家了。但是师范生的这个师范老师的生活更艰辛，他要去跋山涉水，去县城运输一些物资回来给我们。就比如那个方便面，小时候在我们那里很稀缺，方便面，在我们那里很稀缺，它甚至都不是一种主食，而是一道菜，很美味的菜啊。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方便面配米饭，每次吃完我感觉幸福的头昏眼花。现在我才知道叫晕态啊！有次也很生耻，老师给我们带来了4种不同口味的方便面，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4菜1汤，所以吃的很艰难。我们少数民族是吃那种野菜野果。有一次我就把我家的野菜给老师吃了，老师说真有，这野菜真的能吃吗？我说老师，这野菜当然能吃呀，我们哈尼族祖祖辈辈吃了3000年。把自己吃成了少数民族。但是我们现在边疆条件好起来了啊，赶上了时潮，还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春福备茶，采用珊瑚工艺啊。边疆人民还是不太适合接商务。好好做喜剧吧。但是对于当时的老师还有个特别难的点是洗澡，我们都是在河边洗，但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洗，他就要跑去深山里面洗。每次他跋山涉水去，跋山涉水回来，相当于白洗啊。但每次他往深山洗的时候，我们很担心他呀，担心他不熟悉路危险，更担心他太熟悉路了就走出去了，再也不回来了啊。所以很多人不理解，这么条件艰苦下，有的老师坚持了半个学期，有的老师坚持了1个学期就走了。这个老师坚持了3、4年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跟学校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。不过这个老师特别好，他坚持了6年才走的。老师还特别好，走之前还跟我说：“曾永呀，我特别看好你，你一定要努力走出前面这座大山。”我说：“可是老师，走出前面这座大山，对面是越南。”那我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跟老师说，欢迎老师回到我们边疆，现在我们那里有洗澡的地方了，我大姑爹也退休了，欢迎你来当校长啊！别想到这，下这样。谢谢真勇的表演，喜欢刚刚真勇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蛮紧张的哈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边疆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但是效果很好。其实他这个声色反而让他的这个喜剧效果上来了，是不是？马老师啧称赞。我特别喜欢，因为就是他当然了，他说那个紧急提课的时候，我是想反应了半天，才知道那是紧急停课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们任何人说都说不出他那个劲儿来。我自己也说不出第2遍来。所以可见幽默感这件事儿跟语言有关系，它关系完全没那么大，它跟节奏、状态、情境。我听着他那个，我就完全已经到了他那个寨子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刚才说实话，我听黑灯的那个作品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黑灯的敏锐和他的观察，但是听他这个，我一下就到边疆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跟马东老师说一下，我们边疆现在不住在寨子了，住在社区。城建是一座大山，啊，特别棒，我特喜欢。我觉得就是他感染你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那个不，
普通话还是可以学一学的。下次来喜剧监狱学哈。你别说，你演东南亚的黑帮其实很有天赋。毒蛇帮差你一个啊。我其实跟马老师的感觉一样，我也好想跟你回到你的家乡。虽然我已经不想要在户外去露营了，但真的觉得很佩服你，就是一路从边疆穿越了大山，然后走上了这个舞台。所以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披荆斩棘的弟弟。谢谢。然后我想跟你说的是，真勇，你真勇。谢谢乘风破浪的姐姐。就是他整个在自己那个语境里面，他说什么都对，口齿不清也对，发音错误也对，没有商务也对，有商务，你也岔劈了。没读出来。我说应该多找他做商务，就说明你看我们这产品都已经到边疆了，就是说我们卖的广。真的，我要是客户，我就指定让他念商务，是因为他指定念商务，能多念好几遍，你知道吧？要不干脆你现在再念一遍吧，对，不然结束你还得补录，而且我觉得大家爱听。好，你们帮我听听我标准率在多少个啊？多少个？Lady Go！ 啊，现在我们边疆条件好起来了呀，赶上了潮流，都喝上了心。是喝上还是没喝上？这个就算2遍了吧，对不对？重来。再来回。现在我们边疆条件好起来了，赶上了潮流，都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吹拂焙茶，采用3重焙火工艺，焙香醇厚，口口生香。太难了，多好！第一次看到念完商务山呼雷鸣般的。你除了不知道这是什么产品，其他没有问题，对吧？是统一春福焙茶，听着感觉这茶叶就像在你们家门口采的似的，那个。我觉得真勇身上就是有很强的那种自然的气息，一切都浑然天成，然后又刚从山里面走出来。但是你的就是其实你去细听它的文本结构，它是那种既走心又有结构的。比如他前面提到说，老师跟他说你要走出对面这座大山，最后他又跟老师说你要走出对面这座大山，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文本上是有非常好的铺排的。所以我就想，你可能是那种自然派的功法，就是自己吸天地精华灵气，然后长成的某一种魔丸。我觉得真勇的内容很好的，就是他感觉把他真实的生活带出来，让大家看到了云南山区一些你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事情，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。是的，现在有很大变化了。所以说，其实我是在为什么我能消解掉，就是因为我成长过程中它变好了才消解掉的。所以我也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好啊。变好，对啊，谢谢你，我就特别希望你身上这个劲儿能一直保持下去，能一直在这个舞台上。回去问你大姑爹好啊，大姑爹，问大姑爹好。也看到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，那我们先回到对战区休息，谢谢真勇。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真勇的对手了，我们老朋友俱乐部的主理人，也是多语言的能力者，掌声有请 Nora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ra 啊，非常高兴过来这边。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，我现在呢在自己创业。那现在我们公司情况呢就有好有坏啊。忙的时候我给我老公发信息，他很久才会回。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说呢？他会秒回。公司压力真的很大，我觉得自己好像都患上了手机焦虑症，就是我看到消息就想回复。有一次我跟老公生气，因为我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，他没回我消息，先回了家。而且我现在看到微信上那个小红点啊，我也很受不了。我爸给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，我很不耐烦，我非常想马上把我额头当中那个红点给抠掉。戴哥朋友们，为了借手机呢，我试过很多办法啊，在飞机上没有信号，我想太好了，我可以看10页书，没有，我 P 好了10张照片。终于去年呢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去了一个10天的冥想营，它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。
10天手机要全程上交，不能讲话，只能吃素，你每天都要冥想。其实我呢就想去借手机，我妈问我啊，你为什么要去东南亚啦？我说妈妈，图个清静。我妈说清静，根本你去嘉定呀啊！我说妈妈，冥想就要去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地方。我妈说跟你去王明霞阿姨家呀啊！王明霞是谁？你看你不认识的呀。好不容易买到机票了，又遇到的新的情况，就是那个飞机啊是早上9点的航班，但是8点呢有台风会登陆浦东机场，别人都退票了，我不退，我硬飞。我想万一呢？万一该飞的时候，机场正好在台风眼里，不就可以飞了？我老公知道我要去机场啊，说了一句预言我未来的话，他说：“老婆，你真勇。”终于到了冥想营，我的身体变得很奇怪。工作人员让我交手机，我的手往前伸，人在往后退。我没想到这手机啊有后坐力。那一刻，我甚至感觉我交出去的不是手机，是我的肺，因为我都快不能呼吸了。工作人员很同情地看着我，点点头。我走到角落，叹了口气，掏出另外一部手机。谁没有2个肺呢？在被警告要被赶出去之后呢，我真的过上了没有手机的生活。不得不说，戒断反应很严重。第1天晚上是这样睡觉的，第2天、第3天，我的室友退出了，他说他的室友有羊癫疯。白天冥想的时候，周围都很安静，但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自言自语：10天不看手机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3体人会攻打地球吗？可能会。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是好兄弟吗？可能不会。拉布布会涨价吗？肯定会。我为什么要来借手机啊？难得休假，我应该在别墅里面唱 K。我好想吃银龙鱼。我在脑中研墨下笔写下4个大字，我说还我手机。朋友们，没有手机只能冥想，这个过程很痛苦。我也想过要放弃，身边有很多人退出，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，因为中途我悟了，冥想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冥想吗？不是赢。冥想营都结束之后呢，我也没有马上去拿手机啊，我找到了主办方，我说谢谢你们，这10天我放下了手机，放下了焦虑。最后想问一下啊，证书哪里拿？他们说没有证书。我当时就急了，我说没有证书，这怎么证明我放下了呢？我感觉我一下子又拿起来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果然看到很多消息，很多朋友呢都很担心我，连发好几条，说怎么了？给你打电话关机，要帮你报警吗？3条之后就没了下文。我感觉我放下了手机，而他把我放在了回忆里。工作群里面呢也很太平。10天没有回消息，居然完全没有耽误。看到这里，我更焦虑了。我马上开始回复所有的群聊，直到682个红点都没有了，我才感觉到这10天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平静。那一刻，我发现啊，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。会焦虑，是因为我内心很羡慕那种非常松弛的朋友。但也许 love and peace 就是接受自己、爱自己的状态，内心才会 peace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也不会去冥想营了，我最多只会去王明霞阿姨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Nora。谢谢 Nora。喜欢她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投票。再次谢谢 Nora， 谢谢。谢谢。刚才那个是真实经历是吧？是的，去年9月份的时候去的，然后去了10天，然后的确是说整个环节都是，它是让你放下所有的思维，所以不能带笔和纸。但你们也知道，脱口秀演员真的非常想收集这种素材，所以我每天就躲在被子里面偷偷写，因为他发现的话会把你叫出去。所以你10天才有682个没回的是吗？对。您会有多少个？
对，我去过一个7天的，啊，我这后面没数了，就是点儿啊。对对对，这很难得的一个感受，但我应该不会再去了。我觉得这感受一次，你呢？对，去的时候其实我还没讲，那个地方还是免费的。朋友们，去年9月份的时候，你告诉你妈，你要去东南亚一个10天免费男女分开关交手机的地方，我妈都觉得我疯了。所以就是，但是真去了，的确我觉得还是个很特别的经历啊、在这边完全做不到手机完全不看10天这样子。